这车怎么冒烟了？啊？小心！小心，快走，快走！快走！你又扑我干什么？啊！起来！起来！十一啊！十一啊！哎，十一！十一！这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这咋了这是？哎，这出什么事了？不知道啊，马总，这又是烟又是火的，你快来看看去。安保部啊，我是马勇，这楼下什么情况啊？什么？出事了，侯总出事了！出什么事儿？那么慌里慌张啊！就刚才楼下发生了爆炸，就在侯爵的车旁边。侯爵现在在哪儿？在哪儿？侯爵在现场，但情况不明。到底是谁要害他？不行，外去看看。你确定吗？外去现场。哎，侯总，好，怎么了？侯爵没事，没事了。你确定吗？毫发无损，但是51为了保护他受了伤，人都去了医院了。哎，你没事？幸亏有保镖啊，幸亏有51，吓死我了！幸亏有11在，不然侯爵就完了。吓死我了！哎呦，我这您没事吧？您慢点儿。您慢点儿。你现在赶紧去现场看看，那边到底什么情况？你不用管我去，快去。您放心啊，别着急。警察先生，这个现在事情的调查情况怎么样了？现在情况应该还好吧？要等调查结果出来才知道。哦。哎，大夫，哎，他这怎么样？已经缝合完了，患者清醒。缝针了？对。缝多少针？缝了10针，他在左肋部啊，一个皮外伤。啊。那今后还需要注意什么吗？那个回去以后按时来换药。那他这严不严重啊？也不算什么太严重吧，啊，就是一个皮外伤，没有伤及到内脏。那好，医生，那谢谢你啊。侯先生，麻烦你跟我们回所里协助调查。那个，你等我等他出来看他一眼好了。啊，侯先生，你放心，有我们在这儿呢。你呀，就跟警察去吧。好，走吧。那你们看着他。好，你们看着他啊。放心。哎，周全，你跟着一起过去，照顾好侯先生。好。哎，注意安全啊！放心。怎么样啊？没事儿，有点小伤。11。侯爵呢？他没事吧？他没事儿，一直守着你来着。刚刚警察把他给叫走，叫他配合调查。啊，他没事就好。11啊，你放心，我已经让周全代替你24小时保护侯先生。你就安心养伤。哎呦，我这点小伤真没事儿，真的，没2天就好了。这是纪律，不仅是为了你的健康，而且呢，也是为了客户的安全。
不好意思，我们先推病人去留观室。啊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。十一啊，我已经让公司那边对这次事件进行评估了。你放心，应该有提升，而且还有加强。谢谢赵总。喂，侯总，我刚从爆炸现场回来，基本确认是一辆电瓶车电瓶老化导致的，是一个意外。啊，这样我就放心了。哎，要不然你现在去医院看看51到底什么情况啊？好的，我马上去。对了，我打听了一下，侯爵搬出去以后住在海星那里了。好吧，我知道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哎，你干嘛呢？帮他搬下去。放下，伤口撑开了一会儿。哎呀，没事，我这点小伤不耽误干活。下去待着去啊，别捣乱了。赶紧下去。走，下楼。来啊！吃饭呢？你要不要来点？哦不，你吃吧。汤来喽！来，十一姐，你尝尝这个汤啊，好不好喝？要是觉得不够咸呢，你就放点盐；要是觉得不够香呢，就放点这个葱花。反正侯爵哥交代了，要像照顾月子一样的好好照顾你。哎，这看上去还不错，你跟我也来玩呗。这是十一姐专属的，没你的份儿。嘿。给你喝吧，我也不。别，还是你喝吧啊，好好把身体养好。这又不是什么大事。以后啊，你这个消费水平这方式啊都得改。今天呢，我先带你适应适应，买东西只能来这儿买。一会儿呢，我不说话，我看你怎么那个讲价，好不好？给我展示一下一会儿。这边。看看袜子没？这袜子怎么卖？3块。哎，来了你，还在。这个我哥们儿想挑2双袜子，展示吧。啊，你这个多少钱一双？3块钱一双。3块钱一双。你给我10块钱，我来3双吧。哎，行。你傻呀？10元3双，人家3元1双。啊，那个4双。行。起来吧。20，10双，8双。别，咱这关系9双。8双，哎呀不要，掏钱。什么叫8双？我让他聊10双。闭嘴吧，败家孩子，给钱。有人来了！哎，你干嘛？追！该追！跑！别追了！这个慢点。1、2个。几双啊？10双，占2双。败家孩子懂事了啊，出息了，挺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侯先生，怎么这么晚没休息呢？没
事，睡不着，下去找十一聊聊天。好，那你注意安全啊。怎么还不睡啊？一会儿就去了。我先看会儿视频。哎呀，看什么呢？以前得冠军的视频，前天发我的，到今天正好7年了。你们以前比赛，这训练特苦吧？不过还是挺感谢那些日子的，让我后来面对什么都不觉得那么苦。其实我最近一直想找你聊聊，一直想谢谢你，但是我又说不出口，但是还是要谢谢你。跟你相处久了吧，我觉得遇到你是我的幸运。有点过了，换了别人也一样。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我这2天一直想问你呢，以你目前的状况，很难支付保镖的费用了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你那天去天哥哥哥那儿到底卖了什么？不是去聊投资嘛，看看有什么好的投资项目。我妈不给我留一块玉佩吗？我拿那个换了点钱，先周转资金，过2个月赎回来。你妈给你的玉佩，那很珍贵，你怎么能卖了呢？不是卖了，我算是抵押在那儿，然后她先给我拿一部分钱，啊，我先用，然后我会赎回来的。行吧，在你赎回玉佩之前，你不需要付我任何保镖的费用了。那不行，我没再跟你商量，这是我履行合约的先决条件。你靠这个生活的嘛，这个就这么定了。晚安，早点睡啊。我是不会不付你保镖费的，你是肯定会收的，你一定得收。我是肯定不会收的。我也得给，我不管，反正我得给你。再说我可能付不起保镖费吗？大夫，我这伤口恢复的怎么样啊？啊，你这个恢复的还不错，挺好的。那我这纱不能拆了吗？哎呦，这可不行。我给你开点消炎药，这样能好得快一点。好吧，哎，谢谢。怎么样？医生说我恢复的很好，没事儿。换个药还兴师动众的，我说就不用来了。不是你这也是为我受的伤嘛，我肯定得来看，我必须得来。现在看见了，放心了吧？我可以走了，我还有事儿呢。你要干嘛去？拜托，我现在不是你保镖，我能不能安排点自己的生活？安排自己生活可以，但是得在我的眼皮底下。我妈过生日，我能请个假吗？那我勉强答应吧。谢谢。在这边，这边请。谢谢。得多喝水，您这个年纪啊，一天至少8杯水。妈，爸，哎，你来啦！我还担心你一个人出不来呢。必须得来啊！哎，给你买的生日蛋糕，你最爱吃的水果口味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还是我闺女贴心。谢谢你啊，我们一家人难得聚一次。就是，这又买衣服又请吃饭的，让你破费了。
什么破费，吃个便饭而已。哼，咱们上桌吧。走，走，上桌。哎呀！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祝你生日快乐！谢谢，美妈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越来越漂亮。谢谢宝贝。阿姨许个愿吧。好。哇哦！哇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我们人都到齐了，又是十姨妈的生日，这样，我朗诵一首诗，助助兴。我爸又要做诗了。你爸今天扮演诗人。别捣乱啊，认真听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写诗了，欢迎表扬，拒绝批评。那一天，你从车上下来，走到我面前，你仿佛丢掉了坚硬的铠甲，变回一只慌张的小鹿。妈，说你呢。谁慌张了？那一刻，我怀疑我们从来不曾分开，一定有人偷走了我的记忆。你离开我的这些年，我的生命竟是一片空白。余生的每一天都是你的生日，我要每一天都对你说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我今晚的梦。精彩，精彩！谢谢，谢谢。都把我说成老妖婆了，真够肉麻的。还吃不吃饭啦？咱们拍张全家福。哎，来来来，服务员，来，我们拍照。来拍照，拍照。到那边去拍。嗯，好。把这个蛋糕带上啊。嗯，好。哎，十一，你到这边来。我就在这儿挺好的。怎么了？没什么。受伤了是不是？没有。保护那个小猴受的伤是不是？我这都是小伤，没事儿，没事儿。小伤还能疼成这样？我跟你讲，十一，这个保镖咱们绝对不能再做了，听到了没有？保镖不能再做了。没事的，阿姨。你看人家，我真的不能同意再干这个事情了。先拍照，先拍照。你看人家等着呢，拍照，拍照。那就快点拍。小姐。可以了。啊，阿姨你坐，快坐，快坐，不要着急。我跟你讲啊，十一，你以前受伤那是因为你是运动员，那是为国争光。现在算什么？啊，一命抵一命，凭什么呀？我们的命就比别人低贱吗？啊，不是，英楠啊，你别打岔。我原来就以为这个小猴他再惹事儿，他也就是小孩闹闹、打打闹闹的啊，不会怎么样。这可倒好，都受伤成这样了。跟他没关系，兰琪，阿姨拜托你了，十一，你真得帮帮他，他不能再做保镖了。我不能眼看着我自己的孩子为了别人的孩子把命丢了。这是我的工作，妈。我不管，辞职，马上辞职。我怎么能辞职呢？哎，你倒是说话呀！该你说的时候你不说了，辞职说呀，你倒是。你有什么情况，你跟你妈好好说。别跟老人争执，没用的。辞职。
51这个孩子太拼命了，保镖这个工作坚决不能让他再干了。我说英达，当时11见义勇为立功的时候，是谁骄傲的不得了？要不然挺得倍儿直。那个时候看把你嘚瑟的，上街可遇不见小偷，老想着有机会也冲锋陷阵一把。那能一样吗？那是见义勇为，保护人民生命财产，我骄傲，我光荣。有什么不一样呢？11救了小猴的命，别说光荣，至少是积德的。可是你也不想想，这事儿风险太大了。我跟你说啊，要说危险，现在咱们国家做保镖是最安全的，刑事犯罪少多了。你换有些国家试试，那才叫危险呢。冷血，三观不合，不聊了。我是热血，万观不合，早点睡吧。谢谢啊。就住这儿。哦，对，住这儿。有没有太委屈自己？没有啊，这儿挺好的。客户的情况临时出了点变化，就临时住一段时间。行吧。今天阿姨生气呢，你也不要太往心里去，她也是担心。但是现在确实你说什么他们也听不进去，慢慢来吧。我需要这份工作，我也喜欢我的工作，我不会辞职的。我理解。这么多年了，你也一点没有变，还是满腔热血的。其实吧，我还挺为你骄傲的。哦，对了，那个侯爵现在的状况，先别告诉我爸妈，我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。放心吧。伤口还疼吗？没事了，恢复得很好。还是注意安全。慢点开。休息吧，晚安。拜拜。这是干嘛呢？聊得不错嘛，话挺多呀。确实聊得挺好。妍姐结婚呐？啊，有聊到这个事儿，不过具体时间还没定，定以后告诉你。晚安。来，马总。马总，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。今后只要有需要，我们一定还会竭诚为您提供安保服务。谢谢赵总啊！你看你培养了那么优秀的员工，合作的又特别愉快。既然咱们这个合同解除了，那现在51就是自由身了。好。那赵总，咱们赶紧签我跟11的合约。小侯总，你怎么这么急啊？那我带马总来是为什么？就是为了无缝连接嘛，马上签约。来。哎呀，小侯总，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赵总，那我先告辞了。
不送，不送。慢走。你出走了以后啊，你爸心情很差，身体也不好，这人啊，一下子就老了很多，这看着都让人心疼。其实呢，你才是他精神上唯一的寄托。有空回去看看他吧，给他点安慰，啊？行，我知道怎么办啊，放心吧。父子没有隔夜仇。咱们签约吧，赵总。好啊，纸笔都准备好了，来你看看。哎呦，蓝总，欢迎欢迎啊！赵总，你好。我电话里已经说过了，只要11的合同到期，我就跟他来签约。我今天是来签合同的。哦，好。哎，蓝总，那你正好来晚了，我跟赵总合同已经签一半了，马上签完了。哎呀。蓝总，小侯总，你们2位都是我的客户。哎呀，这事怪我，没有把你们的时间协调好啊。要不你们2位这样看行不行？既然2位总都想和51签工作合同，那11，你来选择怎么样？我都签了一半了，还有什么好选的呀？我觉得赵总说的有道理，我们让11自己选吧。11，我们集团的度假酒店马上就要开张了，我想请您过来做安保顾问，制定安保计划，培训人员。这事我跟叔叔阿姨也商量过了，他们很赞成。我本人也很希望你过来。我没事儿，你自己选。蓝总，谢谢你的邀请，你的工作确实很吸引人，相信不难找到更适合的人。王总，我尊重他的选择。走了，赵总。啊，我送你。太靠谱了，我把合同签了。我是读不懂这寂寞，无所适从的落寞，蔓延的掌纹。虽然时速只有51迈，却是我觉得最帅的车。加油！翻来覆去的没有水印，电话整晚那么安静。兄弟啊，你这个再帮我打5份吧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来海星饭店吧，我们最多10分钟就回去了。别人再帮我拆一下。好，谢谢。你说你傻不傻呀？你不是高估了自己，你是高估了别人，还有你们之间的感情。你说的对，是我太冲动，我太想结婚了，以至于以为别人的想法跟我一样。我错了。遇上一个哪哪都合适，自己有喜欢的人，
换了谁，谁也控制不了。他根本就不想娶我，他只想养着我。我做不到。你肯定做不到啊！你有能力工作，有能力赚钱，有能力养活自己，干嘛用他养啊？就你这性格，肯定接受不了。我一直以为吧，钱对我来说特别重要。当钱和自尊摆在一起的时候，我发现，我忽然明白一个道理。什么？世界上没有白吃的午餐，就是你想得到的越多，你就要付出的越多，以至于付出一些你根本就不可能付出的东西。这大道理好像都明白啊，就非得撞了南墙的时候才能死心。哎，行了，你也别想太多。现在想明白了也不晚啊，还有我呢。你可别提你了。你看看咱俩吧，都这么大岁数，到现在个人问题都没解决，还欠了一屁股债，想想都愁死。乐观一点嘛。活就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，经过必经之路，才能见到该见之人。共勉。开心点儿。我心里多难受啊！不难受啊？海星啊，要不你下去？啊，能不别这么怂啊！看不人家的时候，天天要见人家，这来到楼下你又不去，你是海星人海螺啊你？你能说话就说话，不说话别说话啊！你懂什么？人家现在有男朋友，我这个爱是放在心里的，保持距离，距离产生美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人家爱放在心里，搭理你吗？我给你叫他上吧。你这贤倩，走了。滚！干什么？你这个人，我再给你强调一下，你只是没出息。我希望她好，人家现在有男朋友，我祝福人家好吗？她开心我就很开心，不一定要得到的，爱是放在心里的，可远观而不可亵玩。搭不搭理你，爱放在心里。大白姐，钱钱是不是不太开心啊？怎么了？海星，你最近有什么心愿吗？就钱钱开心幸福就好。你能不能收起你那副虚伪的样子？能不能好好说话？能不能像个男的？是，说点真心话。那我希望他立刻分手，可能吗？那不可能。恭喜你，愿望实现了。啥？分了。不是我不是幸灾乐祸，这事情，但是这是个好事儿，这样钱钱才能开心吗？那个男的就是个混蛋，早该离开他了，始乱终弃的。我怎么觉得你知道那个人是谁呢？我上哪知道是谁去啊？反正混蛋不都一个样吗？像这种渣男就得立刻斩首。不是，人家就算分手了，也没说给你机会，你在高兴什么呢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趴窗户看蹦着下去那种怂样，我看你就上火，丢人。都是没出息。单身就是有机会，单身就是有机会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出发。走着。哎，你包不拿吗？我来。走着。你好。你好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们的吗？你帮我找一下胡总。请问有预约吗？没有。
那不好意思，胡总今天全安排满了。你跟他说侯爵找他，我们认识。哦，好，您稍等。还挺麻烦。胡总，哎呀，果然是你啊！是，我还以为重名重姓呢。没有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是我助理51。胡总好，你好，来坐吧。上次见你还是出国之前呢。哎，短短几年不见你，现在都成大设计师了。也没有，谈不上设计师。我毕业之后就一直在我爸公司。然后自己也没做什么独立项目，所以算不上设计师。哟，这么谦虚啊，比你老爸还谦虚。哎，他最近怎么样啊？还挺好的。最近行业内的一些聚会，我都没时间参加，一直在出差。有些问题，我不知道当问不当问啊。没事，您问。你老爸的公司是我们行业内数一数二的。比我这小公司大多了，拿到的工程也都是一流的。很多设计师想进都进不去，你怎么出来了？我主要是想出来自己锻炼锻炼。我爸公司虽然大，这个都说背靠大树好乘凉，但是也晒不着太阳啊，也经历不了风雨。我想多经历经历，然后让自己成长一点。哟，不错呀。志存高远，要给你鼓掌。谢谢胡总。说吧，有什么要我帮忙的，尽管说。胡总是这样，我自己成立了一个工作室，然后我现在还在筹备。对了，我有一些，我的作品，还有我上学时候设计的一些作业，都在这里边，您都看看，都留你这儿。可以，回头我仔细看看。我这次来，我是想跟您说，我从志荣建设出来了，我现在独立了，啊，单独干了。您后面有什么小的招标项目想着我点，让我参与投标就行。你放心，侯志荣的儿子，我一定照顾。别，胡总，我凭实力争取，您给我机会就行。哟，说你是侯志荣的儿子还不高兴啦？也没有。好，有志气，这点也随你老爸。难得你在创业的时候还能想到我，我一定会留意。哎，你现在这公司在哪儿呀？有几个人？我公司现在，我先借了一个朋友的房子，这不都刚起步嘛，然后规模也不大，公司现在暂时就我们2个人。哦，那不错，不错不错。行，那我知道了。这样，我这公司啊，规模也不算大，接到的案子啊也不多，别在我这一棵树上吊死，你们再出去多走动走动。啊，是，我这回来也就是也来看看您嘛，然后我等一下还约了那个彭总的公司啊。那就太好了，多跟彭总聊一聊啊。行，那我就不送了。哎，成好啊。哎，那您忙，那我就先走了，胡总。好。一口一个侯志荣，你说要不说这3个字，他是不是话都不会说了？这本来就是你老爸的关系，
离不开他也是正常。什么时候能摆脱我爸这光环呢？太要命了！设计师是靠作品说话的，在没有作品之前，你只能是你老爸的作品。哼，你这还挺有道理说的。咱俩今天打车走吧，不挤公交了。打什么车？地铁就在前面呢，走吧。进来。胡总，我有个朋友是志荣公司马勇马总的秘书，我刚打听了一下，他听马总说是侯志荣认为侯爵太不争气，不准备把公司交给他，侯爵一气之下才走的。他还让我千万别告诉别人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彭总啊，侯爵去你那儿了吗？我现在掌握的情况呀，有点复杂，你帮我分析分析。哎，彭总，哎，我到楼下了已经。啊，这么急啊？下次也行啊，没问题，我没问题。嗯，好嘞，好嘞。他说他要出差，那怎么办啊？来都来了，上去看看吧，走吧。你好，你好，我跟彭总约好了，我叫侯爵，你帮我看一下。好的，您跟我来。进来。彭总，侯爵来了。彭总，彭总，你还没走，这太好了。不是跟你说了，回头再联系嘛？啊？是我不是怕后面碰不见你吗？我这有个方案，我想赶紧来给你看看。你呀，真的是跟你爸一个样，哎，喜欢把别人逼到墙角。出差啊，不是重点，重点是回头再联系。这你都听不明白吗？我听明白了，我怕后面你没时间，我特别着急，我想赶紧给您看一看。哎呀，真是个愣头青呐！这样吧，干脆我直接跟你说了算了。我根本不出差，只是不想见你。侯爵看在我跟你爸曾经同过学的份上，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浪费时间了。你熟悉的那些公司，他们都不会顾你的。阿玛，我不想泄露自己公司的机密，我这样说够明白了吧？啊！扔了它能解决问题吗？我就不信所有公司都忌惮你老爸。忌惮我老爸就能不尊重我吗？这是我的作品，我的心血，因为他是我爸，人家看都不看，当成垃圾啊！有这样爸有什么好？真的假的，爸？
太爽了，报应终于来了。哎，没有啦，我开玩笑的。知道了啊，拜。咋了呀？啥事儿啊？这么开心？我很久没有这么爽过了。快说呀，到底怎么了？侯爵跟他爸闹翻了，他已经被他爸赶出来了。他现在身无分文，正在挨家挨户的找活干。可惜他权威告奶奶，完全没有人愿意给他活。我这听着怎么这么解气呢？当然，就凭他喜欢他那个保镖，他也够 low 的了，活该。姐妹们，我现在有个想法。你说。我想去看看他现在什么样。好主意，我一听你这计划，我瞬间都不累了。咱走吧。走，完全 OK。再叫几个人，走。好，我要去看他落魄的样子。你贴的什么？你自己看这不狗啃的，你给我干行活呢是不是？老板，自己舍不得钱不去贴膜店贴，叫我贴，我哪儿贴的好啊？舍得对，行，那贴膜钱从你这个月工资里扣啊。我贴还不行吗？越来越油，跟天哥学的是不是？你把那牌子露出来。海星买新车啦？2手的。我看呀，怎么也是8手。这海星就是喜欢折腾，把车贴得花里胡哨的。你看一眼谁来了？我知道，他刚刚微信我了，热烈欢迎啊！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，请问你们几位用餐呀？侯爵在这儿吗？这儿呢，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几位美女找侯爵有何贵干啊？带我找他去。这边行，小心。这啥？小心台阶。太破了吧？你说真的挺 low 的。哎，慢，小心。好，快来。我看这谁呀？看看。好久不见。来，进来坐。进来啊！哎，来。哎呀，这什么味儿啊？这怎么有点发霉的味儿了？发霉的味儿。哪儿有是没味儿？是。你们自己坐啊。你就睡这床，应该都没你人高吧？够你睡吗？我平时折着睡。哎呦我的天哪！我说你脑子进水了还是想不开啊？好好的日子不过，你干嘛在这体验生活啊？这我不是丰富人生吗？在这。他真太寒酸了。寒酸吗？我这自己布置的，我觉得还挺好，挺温馨的。行，你自己喜欢就行，知足常乐。我今天也不是来寒碜你，主要是给你介绍几个朋友 ，Coco、Lily， 你见过？哎，你好。这3位呢，是我今天要给你介绍的重要人物，要给你牵个线搭个桥，是飞翔集团董事长的3位公子，大飞、2飞、3飞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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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雪中送炭，感不感动啊？非常感动，大老远的。毕竟咱俩是有这么深厚的情谊，是不是？
忘了跟你们说了，我呀差一丁点儿就成了这位侯大公子的女朋友了。哎呦啊！我要是当时没有看明白啊，这就是我的床，我就要天天在楼下餐厅吃饭了。对，当时幸亏这个陈大小姐及时醒悟啊，才没有落入我的魔爪。哪有啊，这是你侯大公子的不娶之恩，感恩的心。蟑螂！走了。哎，走走，不坐一会儿了？你自己待着吧。什么地方呀？这怎么能给我床给坐塌了呢？这么不争气。真没想到啊！没想到什么？你呀，有勇气，愿意他来。我是看看我抗压能力怎么样。结果呢？结果好像不怎么样啊。照现在看，他们过的生活，我如果想过上的话，靠我自己努力一辈子也不够。那就是你以前的生活，只要你想回去，随时都可以。我不回去，我也回不去。现在我又走进了一个死角，不知道该怎么办，你懂我心情吗？前面后面都是路，但是我哪条都走不通。在公司吗？帮我个忙。走走走走。走吧。干嘛？这太带感了吧！这个大机车是不是？哎，看着点儿啊！干嘛呢？那我看你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要是会骑就好。你可以啊，你来试试。你可以吗？来，有点高啊，这个。我扶着你，慢点啊。哎，这感觉不一样啊！这应该。哎。干嘛呢你？这多重你知道吗？压你腿怎么办？多亏你。这车给他俩真的白瞎了。给你就不瞎呀？给我，帅不帅？嘿，这车不错，大机车配我，如何？配你一般。不是想出去兜风吗？这个最合适了。给，拿着。这什么意思啊？带你兜兜风。带你兜兜风啊！下来吧。上车吧。好好的啊，赶紧进去吃口东西吧。我不吃，你别在这站着呀，注意安全啊，搂点腰。哎，慢点开啊，重。都会带上。
大学啊？没错，我的母校。来这儿干嘛？进去就知道了，走吧。回忆青春。你训练在这儿？没错，以前每天在这训练。拿着。干嘛呀？想用这个激励我？我不需要激励，我没什么事，我就是累了想休息休息。没说要激励你，上来感受一下。干嘛？带上。来，你可轻点啊！以前打过拳吗？特别厉害。没事吧？我还没准备好，你没动手了。好，起来，那就准备好。没出血吧？还没，我手下留情呢。哎呀，真打我啊？打你别很疼啊！来。你知道吗？在这个拳台上，只要我们走上来，心里就没有输这个字。每次被打倒，都要想办法怎么爬起来，因为只有这样，你才能有赢的机会。人生也是一样的，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。如果你遇到点挫折你就放弃，那你永远都不会成功。就像人掉在水里不会死，待在水里才会死。你只有游，不停地一直往前游。有些人呢，从一开始就放弃了，他不会失败，因为他从一开始就失败了。其实失败并不可怕，可怕的是你害怕失败。我没有想放弃啊，我就是累了，休息休息。来呀！单挑啊！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表彰大会，为获得2等功的51队员颁奖。51队员在执行任务过程中遇到险情，临危不惧，不顾个人安危，保护了
客户的安全，我一直在跟大家强调，客户的安全就是一切。可是，每当我看到自己的队员为了保护客户的安全而受伤的时候，我是又高兴又难过。高兴的是，你们都很好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；难过的是，我真不想你们受伤。你们都像是我的孩子，每当看到自己孩子受伤的时候，我这心里真的很疼。但是，敢于牺牲自己，救助他人，这恰恰是我们职业的神圣之处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每一位，因为你们都在努力地践行自己的职责，是你们让我们的职业充满着无限荣光，我为你们感到骄傲和自豪。51队员，出列。是。请上台领奖。从今天起，51队员从3星晋升为4星队员。51队员，跟大家说两句。是。首先，感谢公司给我这个荣誉。我从事这个行业这么多年，一直都有人问我一个问题，我父母也在问。你用自己的生命去保护别人的生命，这么做值不值得？我相信我的战友们，你们也曾经被问到过这样的问题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没有正面回答过。但是今天，我想我找到答案了。我们从事的这个职业，根本不需要考虑值不值得这个问题，这正是它的价值所在。是的，我挡在客户和危险之间，是我的职责所在，也是我至高无上的荣誉。我爱我的职业，为此我会继续努力，不辱使命。颁奖大会到此结束。哎，那个赵总，等会儿，我想说两句。侯先生，你是想在下面说呢，还是到台上来？我上去说。大家好啊，我是侯爵，我就是这个51的客户啊。51这次就是为了保护我受伤的。我感觉特别的非常的感谢啊。其实这次吧，情况发生的特别突然，他完全可以大喊一声小心呀，或者是
趴下呀，就可以躲过去啊。他喊出来这一声，他的职责就已经做到了。但是他没有，他不顾自己安危的冲了上来，对，把我扑倒在地，保护住我。我在这儿，我还是想跟51说一声感谢，我也代表我的家人跟51表示感谢。51，谢谢你。我从事的这份职业，从来不需要考虑值不值得。哎，这句话说的太好了。干我们这行肯定不能考虑值不值得，要不然怎么保护客户？你们做救援不也一样吗？是，没错，不是所有事情都能用价值去衡量的，对吧？这也是我跟我爸之间最大的分歧。他老是把所有事儿都贴上价签，当生意去做。我从事的这份职业，从来不需要考虑值不值得。哎，去吧。不去。去吧。不去。我都说了多少遍了，你能不能去啊？我不去，不去，不去。我跟我同学都说好了，人家听你的条件觉得特别满意，很希望你去，突然不去了，也太不给人面子了吧？我给他什么面子呀？啊，我连里子都没了，我给他面子，谁给我面子？人家正好缺一个英文的代课老师，你不也没事吗？白天去找找项目，研究设计，晚上就上2节课，赚点外快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他缺老师，我就当老师啊。他要缺厨师呢？再说我还缺女朋友呢，能不给我介绍一个？哎，我跟你说，那儿补课的女学生都特别漂亮，我保证你去了就不想走，真的。不是女学生特别漂亮，这是你别拿这事诱惑我好不好？那女学生再漂亮，那当老师多难啊！我上台讲什么呀？我总不能上台讲设计啊，我讲画图，人们听睡着了。你可以用英语上台讲讲你的泡妞经历，他们肯定爱听。那我还怎么泡他们？哎呀，这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你可以通过这个证明你自己，你有本事可以赚到钱，虽然钱少了一点，但是至少是个开始啊。嗯，想想。赚钱，赚钱那就赚钱呗。但是，我去上课行啊，你在门口等着我，你别进去。为什么？我看着你不好意思啊。那可不行，我肯定要进去，而且我还必须坐在第1排，我要双手托腮，然后认真的听你讲课，记笔记。哎呦！当时啊，刚去国外，大家语言都不是很好，然后自己学了一点点英语，觉得自己还可以跟人交流，就跑去跟老师交流。但是我们讲这些话题讲着讲着，老师说：“哦 ，Go ahead。”他的意思是 “Please continue”， 让我继续说下去的。但是我当时一听要 “Go ahead”， 这不是去你个头吗？我说：“老师，你怎么可以这么讲话，对吧？”所以，刚到国外就是会出现很多这种语言上的笑话啊。但是在学英语这件事上 ，What'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n English？ 我觉得是语法、等语、写作文。对对对，这些都是在我们学英文的初期特别讨厌、特别枯燥的一些环节。但是学到后面，你会发现，其实这些不是最难的，最难的是哪2个词？是这2个词 ：yes 和 no。为什么说这2个单词很难？不是因为它们有多难拼写、多难读，是因为这2个词很难理解。怎么说很难理解呢？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啊，我喜欢上一个女孩，我要去跟她表白，我说 ，Would you be my girlfriend？ Would you be my girlfriend？
你愿不愿意做我的女朋友？他怎么讲 ？Yes。当然是 yes 啊，老师你那么 handsome， 他不 yes， 我 yes。我也觉得他应该说 yes， 但是这时候 she said no。他说不，他说我不要，他拒绝了我。But why？ 他说 because of her job， 因为她的工作，他拒绝了我的情感。所以我又问他 ，So you won't be my girlfriend？ 那你不想做我女朋友，是吗？这时候他怎么说？刚才真是饿了。哎，你给我炒一份。你别吃了，你这怎么能不供饭吗？你别吃大晚上的，交代多少次记不住，这都没人了，就浪。你看你薅的，不吃一口小饭要你命了。你先喝点水吧啊！我不喝。哎呀，你快喝点吧，今天说那么多话，看。哎，大表姐你不饿吗？我不吃，我不饿。你看人家，这小子今天表现怎么样？你看他那样，你还看不出来啊？不咋地。特别好，真的。他不当老师可惜了。他上课特别有感染力，大家特别喜欢听他听课。哎呀，我听你这个形容，你这个状态，你是不是有点爱上我了？别没正经的，你在这。谁没正经？我跟你说什么呢？我说的是那种爱，学生对老师那种爱，他渴望知识的，每天纯洁的仰慕。你看他美的。今天那2个小时算不算钱啊？算，当然算了。周六周日各1节课，每个课时呢200，4月的10号结账。我说什么来着？钱都不是问题，这不就挣了吗？孩子长大了呀，我很欣慰啊。欣慰什么？炒饭去，奖励你1盘。你真吃啊？给你的。哎呀，这咖啡是越来越难喝了，晨晨越来越慢了。他哪次不这样啊？哎呦，可算来了。来了，你看这小腿，这小高跟鞋。能不能不说了 ？Cappuccino please。哎，昨天晚上你爸特意给你安排的设计师专场怎么样啊？一个极其无聊的夜晚。你不会一个都没看上吧？这要求也忒高了吧？不是我要求高，一个个的都分不清谁是谁，太没劲了。哎呦，那个可以吧？真可以，你自己留着吧。哎，晨晨，我说你是不是也得了爱情病了呀？越是得不到的就越想要。你可别把侯爵跟所有人比啊！要我看，哪个男人都比他强，比他有出息。我知道，我不是说他有多好，我不知道我怎么了，就因为他不一样吧，可能。哎，那他后来联系你了吗？我说这个男的被他老爸赶出来了，居然什么都没带，就带了个女跟班，我看他脑子肯定是进水了。我看你啊，也甭搭理他了，就让他跟那女的窝在他的小屋里面相亲相爱去吧。你能不能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吗？一提那女的我生气。我跟你说啊，侯爵这种人我见的太多了，他就是典型的爱上还没开发呢。见谁离得近，顺手就拉过来了，段位太低，根本就配不上你。那就不能让我来开发他吗？你开发不了，我跟你说了，他根本就没有见过咱们这样上档次的姑娘。你赶紧把你那衣服给我弄好，太上档次。你可太上档次了，所有人见你都会被你吓跑了吧？动真格啦！爱情啊，晨晨，哎呦，爱情。看什么看？好喝，真好喝。
是。哦，还没回来。成，我不急。那等您回来，我们通电话。好的。谢谢啊。怎么了？还没回国？找个借口吧，应该是不想见我。习惯了。陈大小姐，什么指示啊？赶紧下楼，我在餐馆门口呢。干嘛呀？下来吧，拜。晨晨来了，不知道要闹什么幺蛾子，我去看看去啊，不走远。陈大小姐啊，怎么着？你的贴身保姆没跟着呀？什么事儿？我是挺忙的。忙啊？那就说找你设计书吧也没时间了。别逗我。谁逗你了？我跟你说真的呢。那我也跟你说个真的，我在美国上学的时候，我设计过一个大型书店，里边又能喝咖啡又能购物，但是黄了这项目。那就正好啊！我深圳一朋友要开书吧，叫我给他推荐人呢，找了8个人他都不满意。你要试试吗？你找那么多人都不行，找我干嘛？因为你优秀啊。主要还是因为你是我认识的人里混得最惨的，别人都不稀罕这个小机会。那你这么说，我还真就挺稀罕这个机会的。那就这么着了，明天我跟你一块儿去，你准备好方案，然后机票我给你订，就当扶贫了。那你这次扶贫还是非常精准的呀。必须的。这么着急吗？明天就要走？怎么着啊？你都混成这样了，还指望着事事顺你的心啊？我问问还不行吗？那他们都需要我准备什么呀？就方案好，别的什么都不需要。就方案好啊。那我就回去多准备几套方案呗。啊，行了，谢了啊。就真想谢我，就别让我再看见整天跟着你的保姆。谢。看见他就烦。拜。告诉你不准带他去啊。那个，晨晨给我找了一个工作机会，明天我可能要去趟深圳，但是他提了一条件，不许我跟着是吗？对，没问题。我跟赵总汇报一下，公司会安排的。好吧，对不起啊。对不起什么呀？你以为我多愿意跟这个晨晨出差呢？我可惜命了。那行，那你正好去跟你们赵总说一声，你的合同应该是明天到期。那这样就等我从深圳回来，我再去你们公司帮你续约啊。你先忙你的吧。好吧，那我去准备准备。本大师闭关1天，专心设计，请勿打扰。追逐远方的地，风吹起了想象。如果有一天迷失方向，泪光
出点点星光，沉睡在海中央，只盼有一天不再悲伤。那一道光给予我重生的希望，你的目光给予我前进的力量，即将穿越黑暗到达的地方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等待。星光是最初的信仰，爱无声无息流淌，直到有一天不再彷徨。那里有光，带着希望奔向远方。那是幸福，是最美好的新篇章。那是灵魂与生俱来的力量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那里有光，我们一起奔向远方。那是幸福，闪耀着真爱的光芒。你就是光，照亮我心底的梦想。希望的光是最永恒的力量。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在等待，从未离开的哎，白姐，牛奶热好了啊。好嘞。海清，嗯，你别弄了，钱钱说他吃完饭过来。啊，我知道。你说他来我这还吃了来，真见外。他是最怕麻烦的主儿，来了接上侯爵直接走就比较简单。那你说他路上要是饿了呢？万一没吃饱呢，是吧？有备无患，我给他带着。来，你过一下。侯爵，下来吃饭了。啊，来了，下来了。嚯，给我煎蛋了。一天没合眼，困不困？一点都不困，我现在精神好得不得了，战斗力满满。多吃点儿，补充点能量。吃完这蛋，我就更精神了。你慢点儿，来得及的。侯大公子，可以出发了吧？来了。你再吃一点，没吃多少呢。走了啊。东西拿全了吗？拿全了。哎，等一下。啊？干嘛？侯大。啊？啊，没事，没事。转过去来。你要干嘛？哎呀，吊牌都没摘，别动。啊？哎，别动，捡到你。好了。我给你们拿了点吃的，路上饿了吃。啊，谢谢。
一切顺利，一切顺利。拜拜啊！其他教官辛苦啊！是挺辛苦的。不辛苦，不辛苦。我给你们放衣服，赶紧上车。麻烦你了。嗨，跟我还说麻烦，走了啊！哎，侯总。猴子。怎么了，大表姐？不知道怎么突然肚子疼。那我给你倒杯红糖水，你坐会儿啊。谢谢。没事。啊，芊芊，哎，挥，不是你怎么着了？跟谁生气呢？没惹你我呀？是你生气还是我生气啊？我生什么气？你生气啊？如果是我生气，跟你有关系吗？你要有什么难处，你跟哥说，对吧？有什么不开心的，你讲出来分享分享。虽然我帮不上忙，但是我能帮你听啊。你呢，在后座坐着就安静点，当我不存在就好了。我不是11，没有那么好的脾气，把我惹急了，小心打你个内伤。好。什么脾气都是。这还有时间，一会儿咱们找一咖啡厅，我把电脑资料整理一下。电脑？啊。电脑在这里啊？啊。怎么这么轻啊？箱子里啊？电脑呢？我好像没带。你出门带什么脑子呀你？那怎么办啊？11给你发邮件可以吗？不行，我电脑里文件放得乱七八糟的，他找不到。我现在给11打电话，让他送过来，应该赶得上。11，情况比较紧急，侯杰电脑没有带，麻烦你送一下。我知道了，我进去看看啊。喂，啊，电脑在呢。别急，稍等，我给他送过去。没事，我没事，先挂了，这样吧。进去等他。在这儿等着吧，多着急呀！就在这儿等吧。来，这下啊，来，再来一下。里面还有一份，来。车钥匙呢？在这里的。这箱也是。你小心点啊。好，放着。门没关。还没来，这不堵车呀？如果改签来得及吗？我跟那边定好时间了，你知道吧？到时候人家以为我连飞机都赶不上。要不我给打个电话？你别给他打电话了，他现在肯定比你着急，让他好好开车吧。
哎，是不是来了？哎，颠倒！你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没事。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你流这么多汗。着急，赶紧走吧，来不及了。没事吗？现在我先走了啊！快点走了，来不及了，快点！你脸色这么差，你是不是哪不舒服啊？快点吧，走了。我走了啊，有事打电话啊。病人多少岁了45岁。 45岁，有过什么病史吗？小李，最近有没有？患者51的家属到了没有？哎，上了！怎么才到啊？赶快签字啊！哎，不好意思，在哪儿签？晴晴，11人哪去了？怎么不回我微信啊？少在我面前提这个名字啊！11正在医院手术呢，急性阑尾炎。他严重吗？正在手术，有结果我马上告诉你。到家了吗？什么情况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回我微信啊？我问周全了，11他去开会了，不能回电话，也没有办法回微信。你俩有完没完？再提他，我跟你们翻脸啊！我说了，别提了。哎，你们张总准备什么时候见我们呀？哦，不好意思，张总和陈晨小姐还在说事儿，请稍等一下。你晨晨呀，他就是这个脾气比较火爆，从小他爸老来得子，一直惯他，给惯坏了。理解。你们有钱人家都是这么养孩子的吧？哎，完全不一样啊！那我爸就不惯我，他不光不惯我，根本都不管我。那他平时会担心你吗？担心我是真没看出来，我倒看出来每天挺烦我的，天天跟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。我爸，我怀疑他啊，就是一个人。这么多年，心里扭曲了，他见不了我好。我一谈个女朋友，他就说人家图我钱，他就给我施加压力。他自己也是，他老觉得所有女人找他都是奔他钱来的。你说是不是扭曲了？他这么多年一直没有再找，是不是心里一直忘不了你母亲啊？我觉得啊。他找没找我也没看见，那就对我妈肯定是还有感情的呗。明白了。哎，我听11说你前2天跟男朋友分手了，挺八卦呀你。
性格不合。我想结婚，他不跟我结。那这就是，我跟你说啊，现在这个时代，你跟人家谈恋爱，没谈个几天就要结婚，换谁能答应啊？这凭什么我跟一女的谈恋爱就要把我就地拿下？那不应该，这是。我是说，我是说我，但是你不一样。我觉得你这种，你看，要什么都好，对吧？这个各方面都优秀，啊，那跟你谈恋爱，本来他就很骄傲，对不对？你一提结婚，他再不干，那就是他的不对了，那就是他混蛋，他耍流氓，他凭什么？他有什么资格不答应你？告诉我，我对你鸣不平。长什么样你给我看看，以后我江湖上要是碰见他，我就给你教育他，啊，我看看。我看看。您好，张总邀请您去会议室。哎，好嘞，好嘞。就我对他的能力还是很信任的。见了就知道了。来了，这就是侯爵，侯公子，这位是张总。张总你好。你好。挺年轻的嘛。是。好，我就喜欢年轻人。这年轻人呢，总会有新的想法。对，他昨天晚上就为了这个，一晚上都没睡觉。哎呀，辛苦了。这位是？啊，这个是我的助理。啊，你好。那咱们开始吧。来吧。这样。这个是我设计的一个书吧的概念方案。这次书吧主要设计呢，就是摆脱这个传统的束缚，不让这个书吧看起来那么的像书吧。我们希望结合一些有趣的元素在里面，比如说，我们可以做一些手冲的咖啡，卖一些这个。哎，医生，怎么样了？手术很成功，还需要卧床休息一下。这几天呢，多吃点清淡的，别担心了啊。哎，谢谢医生。手术顺利，请放心。收到，这事儿我来告诉侯爵。然后我们要每天花大部分时间，大概在凌晨3点到4点左右，那个时间是最安静的，万物都在复苏的一个时间。所以我们一般选择在凌晨3、4点的时候开始做方案。我们往后看，你怎么不接电话呀？我跟你说，我这项目有戏啊！你赶紧给我回个电话。什么情况这一天？微信也不知道回啊，电话打几个也不回。什么情况？他以前也不会这样。你现在呢，已经做完了方案陈述，告诉你也没有关系了。十一住院了。啊？急性阑尾炎，手术很顺利，别担心。不是住院，你这都不告诉我？你刚刚在里面不是谈项目吗？那住院这事儿，你不但我不知道啊，这事儿。侯爵，恭喜你啊！恭喜啊！你的方案已经通过了。请稍等，我去准备合同。一会儿见。不用太感谢我哦。我感谢你，但是你跟张总说一声，这合同后面签，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，好吧？后面再签，马上一会儿就要签了。我有急事，我先走了。什么事儿？这干嘛呀？马上就要签了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让他快递给我，11住院了，我得回去看他。11又11，怎么了？他病危了吗？哎，别说了，我就来不及了。你别拉着我，我真要走。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！侯爵，你太过分了！你简直烂泥扶不上墙。你能不能冷静一点，别这么冲动？11人剧透去给你机场送资料是为了什么？是希望你能成功。这是你第一个项目，这马上就要签合同，你现在走不合适。没问题，我心里有数啊。我觉得在11生命的车上，其他的不重要。你也不想你这么做，你对得起他吗？你先把合同签了再走啊。没关系，没问题啊，这些都不重要。现在电梯怎么还不来才重要。
过探视时间了。没事。你小点声。哎，你们干嘛呢？哎，我掉哪去了？没事，我那个朋友在里边，我去看他一眼。哎，不行，探视时间过了，明天再来吧。我都到了，让我进去呗。没办法，这是规矩，明天再来吧。你有男朋友吗？问这个干嘛？哎，你要是在外地出差，你男朋友突然生病了，住院了，一个人孤零零的，你在外地那么着急也赶不回来，好不容易赶上了最后一班火车，坐了30多个小时，刚刚到，已经是深夜了，但是很想见他一面，你说怎么办？几床？24。最里面往左手，快去吧。谢谢。哎，别影响到别人。放心。去吧。谢谢。没关系。需要护工吗？不是，你们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这么快吗？现在不是那护工都挺贵的吗？然后我也缺钱，我就过来打零工挣挣钱呢。怎么样啊？疼不疼？没事儿。哎，你的方案怎么样了？我的方案，他们说是要商量，过2天给我消息。那你们赶紧回去休息吧，都这么晚了。不回去，你在这住院，我怎么能回去呢？就是一个小手术，没2天就出院了。小手术也是手术，对吧？看看人家那边都有护工，你没有怎么想，我得陪你。我也有啊，海星嘛，他本来要陪我，被我赶走了。他在这儿，我可别扭了。他走了，我更得在这儿待着了，对吧？别管了，我在这儿待着。还是我留下吧。你在这能干嘛呀？11要去卫生间怎么办？我什么干不了，我什么都能干。你去卫生间，我会找你护士带你去。真不用，都走吧啊！就算不走，一会儿查房也会把你们轰走的。没有。你这个还真不用担心。这某人啊，再给那女护士讲一个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，我们就留下了。什么爱情故事啊？没啥爱情故事啊，你别管了，我在这陪着你啊。那你睡吧。什么意思啊？不是你们2个女保镖赶我一个需要被保护的人回家，不合适啊，这是。你们再这样，我打电话给你们公司了啊。行，你赢了啊，我妥协。快睡觉啊！你们2个这么看着我睡得着吗？要不让他躺下，你起来保护他。